那是什么呢？怪了啊！你看，这是街头的一个公园，小公园是这样啊。那里有当地的人在那里，全是这种废弃的家具什么之类的。就在这个公园的街头啊。然后那里的人，我估计呢是看上去像本国的德国人，他们在那里是无家可归者。大家看看，这里是我住的这个街区，这条街目前黑人没有出来或者不在这里，所以我拍一拍吧。你看，这就典型的这个街区，和刚才我前面拍的那有街头无家可归的，可以说只有相差了10-20米。我现在我就看到黑人我就避开吧。好，我在街头走一走吧。你看街上的这个树叶很厚啊。还有你看像这种，你们觉得这墙怎么样？哎，这个电动车挺好的，很好看，很小巧啊，好像只坐一个人的吧，还是最多可以坐2个人，不错啊。你看后面好像还可以坐个人吧。给大家看看我在什么地方 Schlesische Straße Schlesische 街，然后是 Falkenstein 街。从这街道大家可以定位到底在什么地方。这其实是一条非常繁忙的街道，应该是比较繁忙的一条大街，离地铁站也不远，离地铁站就100米。现在你看，这是街上餐馆、小卖部，这也是居民楼的入口。这里有个理发店，应该是什么之类的吧？对，理发店。然后呢，这里又是一个居民楼的入口，这里又是另外一个居民楼的入口。我拍一拍，大家看看。这又是另外一家餐馆，应该是日本的餐馆还是那个中餐馆吧。然后呢，我们又来到另外一栋居民楼的入口，大家看看，这左边这个是取款机，然后这个楼应该是政府的吧，也被涂得不成样子了。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给大家看看吧。这个里面进去应该是有一个相当于叫什么托儿所，它不是幼儿园，是托儿所。然后这里有个那个汽车充电的，它一直我每次看见他们都关门的，这里啊都锁上的。那我就想了，他建这个地方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现在这里全部都是锁上的，对吧？你看哪有车能够开进去啊？花那么多钱搞这个东西锁起来，我真的不知道德国人是怎么想的。然后这里刚才说了啊，它是有人走的啊，有人进出的这个托所，然后这里有人拉大便、小便在这里，大家看看这个东西，不可描述，对吧？在上期有个朋友问我，像这个橘色的东西是不是那个垃圾箱？是的，这是垃圾箱，它离地面有个高度，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其实很方便丢进去。你看，我再从这个角度往回拍，这里就是那个托索，然后中间呢这个黑黑的东西就是那个充电桩。
然后这什么东西不知道，里面秋色不错啊。前面听说以前是那个柏林墙所在地啊，然后呢，前面看见有点像桥的地方，就是柏林的地铁了。好，现在我往那个地铁站走啊，等一下看看能发现什么东西，看见有没有所说的无家可归者。这有啊，你看啊，这几个在桥下的几个。现在下午2点多，可能还没有出来吧。看看这柏林的地铁站能够发现什么。秋色倒是挺美的啊，不过树也差不多掉光了。然后下面其实很脏的，特别脏，好像从来没有打扫一样。那堆人在干嘛？好像有个餐馆一样，在那个桥下。我在地铁站上面，这个桥上面往下拍啊，看看下面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在地铁站上面啊，对吧？我发现呢，柏林的地铁站这铁轨上面挺干净的，几乎没有垃圾啊。好，地铁开走了。这是地铁站的名字。然后给大家拍拍下面看看，你看有多脏啊！不过这硬件是不错的，它有那个电梯给那个行动不便的人上来。所以在德国总体来说，如果是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啊，出行还是可以的啊，比较方便。你看电梯上来了，我现在还在地铁上面，我突然发现啊，有个地方很臭，然后呢，我就看了我脚下，这里呢很多人拉小便啊，你看这一坑都是小便。然后呢，这里就是大家在等地铁的地方了，就在这地铁站上面，有人就拉小便，是不是很难理解德国人这种操作啊？真的，这摊就是小便啊，因为这里有个柱子，所以呢比较隐蔽，可能吧。等一下地铁要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吗？有2个摄像头，这里有一个。然后呢，刚好在柱子后面，拍不到摄像头拍不到，所以在这里有人小便啊。请问大家在地铁站的这个角落，这个橘色这个东西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因为德国的冬天比较冷吧，所以里面放了那种盐，就是融雪的那种盐，所以就锁在这里。在德国很多车站或者公共场所都有这种设备的。好，我们的那个车来了，刚才那个地方就是有人拉小便的啊，那个柱子那里。So sieht's aus. Yo, ey, danke für die Spende. Ist ja großzügig. Yo, der Typ ist für mich Legende. Yeah, okay, bisschen übertrieben. Doch kein Problem, denn ich will mich hier einfach nur verlieben mit den Beats. Und ich hoffe, dass du genießt. Halt die Kamera drauf, wenn ich fließ oder schieß mit den Rhymes und den Styles. Und du weißt gleich Bescheid. Es geht 1:1. Hier live kein Vergleich. Ja, ich shoote. Hör zu, wie ich rule. Weil ich nicht versuche, ich tue. Punchline. Sie wollen mich anschreien. Ich sag, mach gar nicht oder lass ganz sein. Verstehst du? Keine Chance gegen mich. Ich komme und hab das Gegengift, denn ich rede nicht, oder? Ich bin der Klarsicht, ist der Klarheit. Ja, Agent ist so ist dabei, das ist die Wahrheit. Monster, so wie seine Cat. 朋友们，现在呢，我来到柏林最繁华的区域之一啊。这里有2个大的车站，一个呢是这里叫华沙街地铁站，
人流特别多。然后呢，这里有天桥过去，前面就是华沙街的那个相当于轻轨站吧，就城市这个铁路，城市之间铁路的一个站，德语叫 S-Bahn， 我不知道汉语怎么叫，好像我听说原来在北京他们叫那个轻轨，所以我就不知道了啊。这里我出来给大家拍一拍柏林非常现代化的一面，你看这里的高楼大厦还是挺先进的啊，对不对？好，等一下呢，我再往前走，拍拍另外一些比较现代化的高楼。因为有的网友说我是德国的食饼风，也就是说他认为呢，我就只拍德国负面的东西。其实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什么叫负面呢？我认为我是跟旅游博主不太一样，因为旅游博主肯定是拍可能一个地方呢最光鲜亮丽的，游客喜欢去的打卡的那种东西，而我拍的呢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真实的一面啊，就是我所见的，我喜欢拍普通人的他们生活的场景，而不是拍那些比如说富人区呀，或者是最现代化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来柏林旅游，你可能普通人拍那个旅游博主的拍的东西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德国的标志就是那个勃兰登堡门啊，对不对？还有啊，柏林的国会大厦呀，以及那个柏林那个教堂等等那一带，或者是从勃兰登堡门到勃林教堂的那条街，就是非常的干净的啊。刚才说了，我的重点呢，并不是拍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呢最光鲜亮丽的地方，而是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些场景。我现在从刚才我下地铁站的地方大概走了200-300米吧，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看，我在这里拍一下，用我的这个口袋机拍一下，前面就是柏林的轻轨了啊，叫 S-Bahn。然后呢，这是个轻轨站，你看也很多的涂鸦。然后我们再看看这里的铁轨下面，全是垃圾。当然可能没有印度那么夸张了啊，但是也是特别多的垃圾。然后这边也一样，对吧？那里放了一些德国铁路的那个列车。我现在就来到这里，我就不再往前走了。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有另外一个橘色的，它就是垃圾箱，在德国很常见。一般来说它是放在空中的，就便于大家随手丢的时候，它就是人的这个高度吧。所以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好的。好了，我再想起了有的人就是揶揄啊，中国有很多狗皮膏药，其实德国的狗皮膏药也不少。比如说这垃圾箱上面就很多狗皮膏药，然后呢，这个柱子，你看柱子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广告，狗皮膏药也很多。然后你看它柱子有多少呢？有好多层，大家看看对不对？有好多啊，像这种都是狗皮膏药的广告。然后我们看到在地平线的后面有一个应该是什么大的购物广场吧，下面有天际线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高楼，对吧？然后这里呢也有一栋高楼，很高的高楼，这就是柏林可以说最现代化的一面了啊。后面的天际线呢也有一些高楼，但是我觉得这些都并不是普通民众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的东西。像这种写字楼，豪华写字楼，跟普通的柏林人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呢？对吧？
像这种交通工具，地面上的有轨电车，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啊，比较方便。然后呢，这里又有一个柱子，就是狗皮膏药柱。好，我们看到像这种路边的自行车呀，你看它的那个轮子都弯弯曲曲的了，可能就被人呢人为破坏的啊。然后这里给大家看看有多少狗皮膏药吧，这些都是狗皮膏药。然后这里也一样，很多。那前面呢有无家可归的，有2个在那里。然后前面好像有乌克兰的那个国旗，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不是乌克兰的那个墙上？确实是啊。有的人画了叉，然后有些人呢没有什么公德心，把这个电动踏板车也把它摔在这里了。好，我们从上面再往下看，是不是全是垃圾啊？下面就是柏林的轻轨，到处都非常的脏啊！你看，这些都是真实的。这里很多人拉小便啊，肯定是小便。那2个是无家可归的，在那里我就不去拍了啊。现在我进入到轻轨站这里面来了，等一下我又出去。我觉得刚才那个年轻人可能呢是神经出了什么问题的，他用手指着别人。好，我现在要走出去。像这种店它装修也是挺不错的。像这种角落，你看，这是最繁忙一个轻轨站呢。然后这里又有一个狗皮膏药的那个柱子，自行车，还有个卖什么装饰品的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自行车是个尸体啊。这个好像也很久没有人骑了，这个自行车吧。这都是在最现代化的那个写字楼下面的啊，大家看到了吗？这些都是真实的。你看这个那个座也给人偷掉了，没有了。继续往前吧。它这个车不错啊，应该是电动的吧。这个也是垃圾箱，好像也被人破坏了啊，也是贴满了狗皮膏药。这个是送外卖的小哥。我现在是往回走，因为我想给大家看看刚才说了最现代化的一面，然后呢，就在最现代化的那个写字楼旁边，就是这样的景象。总体来说啊，就是柏林给人的感觉特别的脏，因为我这里过不去，它是有栏杆的，大家看有栏杆，我过不去。对面的那个是比较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嘛，它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阿迪啊、River 啊，还有其他的店都在里面。我估计呢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一个购物中心，很现代化的。然后呢，那里也有一栋很现代化的楼。这一带呢都是柏林统一之后呢，
原来是分西柏林、东柏林的，统一之后，它就建了很多新的高楼在这里，这是很现代化的一面了啊。你看，有的美女在这里拍照，然后呢，我就往前走吧。 Ihr findet mich überall auf den sozialen Medien mit meinem Künstlernamen Agent Isso. Ihr könnt auch hier vorne kostenfrei den QR-Code scannen. Dankeschön. Dazu. Vielen Dank. Step in den Park. Schätze es Wein. 这个歌手他说我们可以随便拍他。 Mit Handy und Headphones am Start. Das heißt, die Beats treffen kräftig und lenken. 好，现在呢，我在这个叫什么地铁站的那个前面，这是个人流比较大的地铁站。我准备呢往前走，走回我居住的地方去。前面有个很出名的旅游点，等一下我们去看看。这里又有一个这个垃圾箱，对不对？有的人丢在下面。 然后这里是个配电箱，也是贴满了狗皮膏药。今天挺冷的。好，我现在走到这个最现代化的购物中心这里啊，购物广场，去看看啊。 从外表看，应该是目前柏林最现代化的购物广场之一了啊。很多大的超市里面啊，连锁超市都开了分店在这里。然后给大家回头看看吧。前面那里就是一个地铁站，然后也是这里全是涂鸦，好难看啊。反正我 欣赏不来，像这种还可以，我认为啊，就是很小的那种字啊图案，我觉得还可以，挺有美感的。但大的都不行了，这是我的审美观的原因，估计吧。然后这里就比较干净了，下面，对吧？这就是柏林统一之后的新建的一些区域。 所以很现代化。那个是谁呀？是个可能是那个体育明星吧，反正我不认识，叫Kai Havertz，不知道。好，我们进去看看，看看柏林有多现代化。不知道里面可不可以拍啊？ 特别冷，我的手都冻僵了。这门是打开的，那就从这里进去吧。